装氧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后面呢我们也会带到加多少度的商氧。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什么了？三原色啊，三原色啊。那讲三原色呢，其实大家老是觉得就是说三原色这个知识啊，对，好像学颜色很重要。当然啊，学色彩对我们做颜色是很重要啊，是很重要。OK， 我把这个打字给你们关了啊，要不然你们会影响。OK， 那三原色呢，对我们染颜色来说重不重要？是很重要，但是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重要。而且呢，你们学色彩呢，你们不要把学色彩这件事情把它变得非常的复杂，能懂我意思吧？一定要把它变得很简单啊！现在你们就把脑海当中的以前学过的色彩知识全部怎么样？全部清零啊！全部清零。我现在重新开始给你们讲颜色，就是讲色彩，好不好？把它全部清零，不要把这个颜色讲得很复杂。你要想染好头发，把头发染美，色彩这一块只是一小部分而已，你只需要学这一小部分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学那么多那么夸张的东西，跟你来说没有用。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来解释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就讲色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如果我们学颜色的话，学色彩要从哪里开始学啊？要从三原色开始学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三原色。三原色，假如说我问你三原色是什么，你会说哦，三原色是红黄蓝。对不对？我现在如果问你三原色是什么，很多人回答都是三原色是红、黄和蓝。但是在美发界当中，我希望你们把三原色叫成蓝、红、黄。三原色是蓝、红和黄。我为什么在三原色里面把蓝色放在前面，红色放在后面，黄色放在最后？是因为当我们在染头发的时候，我在第一堂课有给大家讲过哟，我们的头发的天然色素，天然的，尤其是亚洲人深棕色的头发里面，是不是有蓝红黄的色素啊？是有蓝红黄的色素在里面的。当我们染头发和漂浅头发的时候，第一个带走的是什么？蓝，第二个带走的是黄，第三个是什么？黄。就是因为这个顺序，所以你们应该把三原色的顺序记成蓝红黄。OK， 三原色就是蓝红黄，在我们这个美发界。那三原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？如果你们现在去查字典，现在我不知道，我以前查过字典啊，很早很早以前啊，去查这个字典，什么是三原色？上面写了3个最原始的颜色叫三原色。我仔细品了一下，我妈跟他们没说一样，是不是？跟没说一样，3个最原始的颜色叫三原色。那具体的概念是什么呢？我给大家讲一下。蓝红黄这3个颜色呢，是我们现在睁开眼睛看见所有的颜色啊，它们在一起的分量不同，会出现这么多颜色。OK， 当然是黑色和白色不是啊，这种是特殊的颜色。剩下的那些颜色，我们说的看到的任何颜色，都是蓝红黄放在一起的分量不同，可能这个颜色多一点，这个颜色少一点，它放在一起的分量不同，会出现这么多颜色。OK， 就像我们说的彩色打印机啊，大家知道呢，彩色打印机，你拍好了照片以后，你把照片拷给它，它从电脑当中一点，噔就打出一个照片来。那个照片上面是不是什么样颜色都有啊？那它的彩色打印机当中是不是应该有燃料啊？我们说叫墨盒嘛，墨盒。那难道墨盒要有几千种颜色吗？几百种颜色吗？才能打出这个颜色吗？不是，它里面的墨盒呢，只有哪几种颜色呢？第一，有一个黑色的墨盒。啊，因为是白纸嘛，白纸它有黑色的墨盒，还有什么？它有红、黄，还有一个蓝。那有一些打印机是没有蓝色的墨盒，它是有绿色的。那绿色里面也有什么？绿色里面也有蓝色，对吧？绿色就是蓝色怎么样给组合而成的，所以它的打印机里面只有这几个颜色的墨盒就可以了。然后电脑呢，去不断的对吧，去给它计算好哦，这个颜色是什么？是这个多少，这个多少，它就打印出来就是这个颜色，所以那个照片就跟你们拍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的所有的颜色都是由蓝红黄这3个三原色放在一起的分量的不同组合而成的。那这三原色呢，还有另外一个概念，另外一个什么概念呢？这3个颜色啊，它是独立存在的。什么叫做独立存在呢？就是你是不会用别的颜色把它调配出来的。举个例子来说啊，
假如说这个彩色打印机当中没有红色了，叫没有红色的墨盒了，你会发现它打印出来的照片，那个照片上面是没有任何呈现出有发红色的感觉，别的颜色是调配不出来的啊。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假如说你们店里面的染膏就没有红色的这个染膏了，就没有红色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就是来一个火星的总监到你们店里，他说啊，我拿几个颜色给把你红色调出来，不行，因为红色本身它是三原色之一，它是别的颜色是不能够把它调出来的，这就是我们说三原色的一个概念，它可以是调配出啊，放在一起分量不同，调配出任何的颜色，它们每一个颜色是独立存在的，这就是三原色啊，蓝红黄，大家记得就好了。那蓝色、红色和黄色三个颜色放在一起会变成什么颜色呢？它会变成中间的这个棕色，它会放在这个棕色。当然你放的色素越多啊，蓝色放的越多，红色放的越多，黄色放的越多，这个棕色就会越怎么样？它就越深，因为色素越多它就会什么？颜色就会越深。那你色素放的少一点，它就呈现了出了什么？棕色，对吧？放的越多，这个颜色就越深，那就变成深棕色或者十分深棕色，因为色素多嘛，色素深了，对吧？色素多放在一起就变成棕色。那这三个三原色呢，它们呢两相加，就是这两个相加，这两个相加和这两个相加都会出现一个颜色。这个颜色呢，在色彩学当中，我们知道它为叫什么？叫做那个二，就我们说的综合，就是我们说叫做副色，这个叫做主色，这个叫做副色。但是在我们发廊当中，在很多的教育机构当中，我们会把它叫做什么？叫做二次色，对吧？大家有听过这个概念吧？叫做二次色，没关系，这是一个名字而已。二次色也好 ，OK， 这个副色也好都没有关系，你知道这个颜色本身是什么，谁调出来的就好了。蓝色和黄色放在一起会变成什么呢？会变成绿色。OK， 那蓝色和红色放在一起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紫色。红色和黄色呢，会变成什么？橙色。那这个紫色、绿色和橙色这三个颜色，它就是什么？我们称它为叫做二次色啊，它就是二次色。来，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，这个色环不在这里。没关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，大家可以看一个图片，三原色蓝色、红色和黄色，这三个颜色放在一起，在这里交接的地方，它是不是有点非常深了，都会发黑了？因为色素很浓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棕色啊，有点深棕色的感觉，因为色素浓度很高。那黄色和蓝色中间是什么？是绿色。黄色和红色呢是橙色。红色和蓝色放在一起会变成紫色。OK， 那这三个颜色呢，紫、橙、绿，我们叫它为二次色啊，就是二次色，是由两个三原色夹杂在一起，就是两个三原色放在一起变成的这个颜色，我们称它为叫做什么？二次色，称它为叫做二次色。好，那这些颜色大家知道了 ，OK， 那我们在这个色环当中呢，在这个色环当中啊。我们画一条横线啊，在初级的染发对色彩有个初级的认识当中呢，我们以棕色为基础啊，以棕色为基础，上面的颜色呢，我们称它为叫做冷色，下面的颜色我们称它为叫做什么？叫做暖色。好，那什么叫做以棕色为基础？就是以棕色来比较，紫色、绿色和蓝色它是偏冷的。那以棕色为比较，红色、橙色和黄色它是偏暖的，能理解吧？啊，就以棕色为比较。那如果你们以后呢去学特别高级的啊，特别高级，未来我会开很多关于设计方面的一些发色的课程。有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们啊，有一些绿色是暖色，黄绿色它属于暖色。有很多人奇怪，老师，我以前学色彩根基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绿色是冷色呀，对吧？大家要记得啊。就是颜色本身其实是要有一个对比的，对吧？举个例子，你们觉得我胖不胖？有很多人会觉得我不胖，有一些人觉得我胖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对比，对吧？如果我现在跟这个，你们如果觉得我胖，
如果我现在跟那个谁，那个咱们中国那个说相声的叫什么岳云鹏，我要跟他比呢，我很瘦，因为他胖，对吧？所以很多颜色是要有对比的。这种上面冷色和暖色，它的对比对象就是棕色。如果以棕色来对比，上面的都是冷色，下面的都是什么？都是暖色。OK， 好，这个大家要清楚。好，那清楚了冷暖色以外，那棕色是什么？是一个中性色，它不冷也不暖啊，中性色。那在冷色和暖色当中，它们还是有强弱的，就是冷色和暖色当中，它也是有强弱的。就哪些是更暖一点，哪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软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要给你们更正一个，有很多现在在座的学生有很多脑子都是晕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学校，还有甚至现在还有很多学校在教你们的一个知识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知识都20年了，你也不更新啊。下面在座的很多的同学们，你们是不是曾经有经过色彩培训，告诉你们蓝色什么8000，什么红色5000，什么这个3000，这个2000，有没有？让你们来记这个颜色的这个叫什么？叫色素量，有没有这个概念？有吧？对吧？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告诉你，这个知识一点都不要去学啊，一丁点都不要去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染颜色本身跟它没有关系，跟它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什么蓝色8000，20，我们不是化学家来调这个东西。我们的染膏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好了。刚刚我们说的611和7-1这两个颜色都是灰蓝色，你告诉我这上面的这个蓝色是几千？6-11和7-1这里面都含有蓝色，还有不同量的，你说它是几千？你就举这个例子告诉那个老师，老师你告诉我这是几千，他一下就晕掉了。我们染颜色，你是没办法去判断所有染膏当中这里面到底是几千的，没有意义。我看有很多的这些学生发过来那个笔记本跟我讲，老师你看我算的对不对？这个8000减去6000，这个什么减去4000，这是干嘛呢？这是给我都看晕了。我说这是干嘛？这是20年前的一些知识啊，最早的那个时候的。我曾经有听过人说过，那都20多年前了，现在还是有人在讲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很奇怪。这个听过的啊，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它扔掉，没有任何意义啊。那有些人说，老师，那如果把这个去扔掉，那我们怎么去调色？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些颜色呢？对吧？你要根据你们现在店里面的染膏的颜色来去做判断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说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6-11这个颜色，你们店里面的6-11跟我用的6-11，跟你身边同学用的6-11的颜色一不一样？完全不一样。有一些人的6-11是蓝特别多，有一些人的6-11是紫特别多，甚至有一些人用的6-11是什么？是很纯的灰，这种灰还发青。你说这同样都是6-11，大家用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怎么搞？我算它几千呢？所以没有意义。所以有一点大家要记得，你们自己的染膏用什么牌子，你们要对这个牌子的染膏你们要自己去了解，了解了以后再去运用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个色彩知识来去干嘛？来去更好的去做判断，能理解吧？啊，所以那些几千的东西不要再去记了，没有任何意义，好吗？好，我就说到这里啊，不花太多的时间啊去讲这些东西。OK， 那有哪一些色彩知识呢？第一个是3原色，第二个3副色，第三个对你们来说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在暖色当中3个红橙黄哪个最暖？什么叫哪个最暖？我为什么要知道它哪个最暖呢？如果我知道它哪个最暖了以后，它是完全可以覆盖那些不暖的。在暖色当中，红色是最暖的，第二个是橙色，第三个是什么？黄色。这个大家应该有一些人都应该很清楚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的头发是橙色的，不管是底色也好，还是染上去的橙色的人工色素都不管，你用红色的人工色素去盖橙色，能不能盖住？ OK 的，没问题，完全可以盖住。你说老师我盖不住，盖不住呢就证明你的红色不够红，
红色是完全可以遮盖住橙色，那橙色可不可以遮盖住黄色？完全可以遮盖住，不管你是底色是黄色还是上面是人工色素，都可以遮盖住。但是你反过来就不行了，你反过来就不行，对吧？如果你的头发是橙色，不管你是底色还是人工色素，你用黄色去遮盖，能不能遮盖住？遮盖不住，你怎么染它都是橙色，你黄色你是遮盖不住的，你红色也是一样，你反过来就不行，正过来就可以。这就是我们在暖色当中的一些颜色，对吧？第二个，在冷色当中，我们说的蓝、绿、紫这3个颜色，哪个最冷？就是最冷嘛。蓝色其实是最冷的啊，蓝色是最冷。这个当然，如果再细化的话，每一个产品商他们出的颜色也是不同的。有一些产品商他会把蓝色做的最冷啊，就是我们说跟色彩知识是一样。有一些产品商呢特别坏，他做的蓝色不是那么的冷，他做一个蓝绿色特别冷，就有点发绿的那个颜色特别冷，它是最冷的。这个要看每一个产品商，但是在色彩当中，蓝色相对来说是最冷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用蓝色只要亮够，对于绿色能不能遮盖住啊？是能够遮盖住的。对于紫色怎么样，也是可以怎么样遮盖住的啊。如果按照它的这个出的这个颜色的这种感觉是正常的话，它也是能够遮盖住的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对颜色，你只需要知道哪个最冷，哪个最暖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不需要去算这些多少和多少，没有意义，好吧？这些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啊，这些颜色哪个最冷？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这个色环我画完了以后，我把这个地方擦掉。我在这个地方写一个底色表。底色表对你们来说很重要，你们也背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底色表要记得什么？要记得4 OK 6还有什么8，红、橙和黄，对吧？然后以此类推。我们的底色表都是冷色还是暖色？它都是暖色，对不对？底色越浅它越不暖。4就是红，6就是橙，8就是黄，对吧 ？OK， 就是底色越浅 ，OK， 它就越不暖。所以我们要染一些冷色，要想冷色很冷，就一定要把底色做的比较浅，这是一定的。我只要把底色的颜色不要那么暖，我做的冷色才 OK 啊。如果底色特别暖，我的冷色放在上面就会怎么样？就会产生中和，冷色和暖色就会产生中和，一中和出现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的冷了。OK， 好，明白我意思了。好。